，baby 不要喝冷冻结冰过的母乳，可是亲喂或者新鲜的母乳就喝到很开心，怎么办？那今天我要教你几个不同的解决方法。Hello， 我是丽丽。你知道为什么全脂牛奶比低脂牛奶好喝吗？这两种产品的名字里面其实都有答案了，就是脂肪。脂肪就是让奶美味的原因之一。母乳里面有一种 enzyme 叫做脂肪酶，它的作用就是分解脂肪，让 baby 容易消化和吸收。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个脂肪酶是不会造成什么问题的。可是如果一位妈咪她的母乳里面那个脂肪酶比正常的情况下更活跃的话，就会造成母乳里面的脂肪被分解的比较快，让母乳的味道起了变化，会有一股腥味。也有些人把那股味道形容成椰油味或者铁味、金属味，总之嗅起来不是香香的奶味，喝进嘴巴里面或许会有点像肥皂味。这样子有腥味的母乳是坏了吗？那不是，这样子不是坏掉，只是脂肪被分解了，味道变得有点奇怪而已。营养方面是一样的，也不会喝坏 baby 的肚子。母乳有腥味怎么办？那如果你 baby 会抗拒，你可以试试看接下来我要教的方法，去防止母乳变腥。那如果你 baby 是完全不会抗拒的话，只是你自己嗅到有腥味不舒服，你是什么都不需要做的。这个 video 你看到这里就好，拜拜。你还在我现在要示范2个不同的方法去防止泵出来的母乳变腥。这2个方法都是要在收藏母乳之前，先给母乳加热到82度 C， 因为加热可以钝化脂肪酶，防止它分解脂肪。第一个加热的方法就是用锅子，你可以买一个全新的深平底锅，特别买来只是用来加热母乳用的。你也要预先准备一个冷却母乳用的容器。那我这里用的是一个 ice cream 盒子，加冷水，然后加一个 ice pack 来备用。把母乳倒入锅子里，然后用小火来加热。那我没有那么多奶，只好用豆奶来演示了。当锅子里面的母乳周围开始冒泡，你就要立刻离火，赶紧把母乳浸在冷水里面冷却。当那个母乳降温到30多度 C， 就可以倒入瓶子里面，然后把它收进冰箱了。这个方法我自己试了，可是因为我家没有用煤气炉，只是用电磁炉 induction cooker， 所以不容易控制这个温度。如果我用最小火的60度 C， 它就一直不会去到82度 C。可是如果选100度 C 的话，它一下子就沸腾了。锅子的旁边根本就没有机会慢慢热到冒泡的机会，因为电磁炉的加热速度会比煤气炉快很多，所以我没有办法拍到母乳周围开始冒泡的画面。那如果你家还是用煤气炉的话，你是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的。如果是用电磁炉，这个方法就不适合了，因为加热的速度真的太快，很难控制。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尝试接下来要教的第2个加热方法，就是用个温奶器来给母乳加热。那这个方法适合在公司泵了奶立刻用。用这个方法，你需要准备这一些道具。第一个当然就是温奶器啦。虽然我这里示范的是 Bobo Duck， 可是无论是什么牌子都好，只要它的温度可以去到100度 C 的都可以。因为我们会需要把母乳加热到82度 C， 那些到了一定温度就不会再加热的温奶器就不适合用在这个用途了。第2就是要准备一个不锈钢的瓶子或者杯子，注意不要买那些双层隔热的那一种。用不锈钢的原因就是因为要它容易传热，也容易降温。那我找不到单层的不锈钢瓶子，所以就买了一个便宜的单层不锈钢杯子来代替。千万不要用玻璃奶瓶，因为待会我们加热了要立刻冷却的，我担心玻璃会承受不了这个热胀冷缩。第3，你要准备一个电子温度计，让你测量温度。跟这种水银的还有这一种 analog 的温度计比较起来，电子的温度计会比较容易读，所以鼓励大家买电子显示的。
第4，准备多余的 ice pack， 就是除了你带奶回家那个保冷袋里面本来用着的那几个 ice pack 之外，再带多一个是这里用的。第5，一个装冰块的容器，可以容纳得下你这一个不锈钢瓶子或者杯子，然后旁边也还能容纳得下那一个多余的 ice pack 的。比如说我这里用的 ice cream 盒子。用温奶器加热处理母乳的步骤是这样子的：先在 ice cream 盒里面加水，如果有冷水会更好。把 ice pack 浸下去，这个一定要预先准备好的。在温奶器里面加水，然后把奶倒入不锈钢瓶子或者杯子里面，给温奶器开电，开始加热。加热的同时，你可以用温度计不断去搅拌母乳，让它可以均匀受热。要一直注意温度计上面显示的温度，当奶水的温度达到82度 C， 你就要立刻把它取出来，直接进入冷水里面让它冷却。当母乳已经不热了，你就可以这样子利用挤奶器的喇叭当做一个漏斗，把它倒回进去那个纯奶瓶里面，收入冰箱或者保冷袋里。这个方法会比用锅子加热的速度慢，可是温度却是比较容易掌控。经过加热处理的母乳，脂肪酶已经钝化了，就不会有腥味。接下来要回答几个我猜你们会问我的问题。如果到目前为止这个 video 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帮我鼓击一下like button，我谢谢。加热母乳只能是刚刚挤出来的母乳吗？如果已经冷藏过了，还可以加热吗？答案是都可以的。如果你不要特地放个温奶器在公司里面加热母乳的话，是可以先把母乳收入冰箱或者保冷袋冷藏，回到家才一次过把整天泵出来的分量加热处理，然后快速冷却后才倒入纯奶瓶或者纯奶袋内放去冷冻的。总之，可以越早加热处理就越好，最好是同一天内。因为我们要趁母乳还没有开始变腥之前，就赶快钝化脂肪酶。我知道我有说过，母乳的温度变化次数越少是越好的，可是那一个是指回温到大概40度 C 的时候，因为那个温度是细菌活跃的温度，可是这里说的是82度 C 哦。在超过65度的时候，细菌都死翘翘了，所以这就没有必要担心关于温度变化导致细菌滋生的问题啦。很多妈咪会担心母乳经过加热会不会破坏了里面的营养。那的确，把母乳加热确实会破坏母乳里面的一些防感染性质和降低一些营养。但是大家要知道，这样子加热一下子是不至于把母乳破坏到零营养的废液。再怎么样，加热过的母乳营养价值还是比配方奶高很多的。再说，如果你放工回家后有亲喂的话， baby 就有机会喝到新鲜的母乳，就补回来了啊。那如果你是全挤的妈咪，也可以试试看今天挤冷藏了明天喂的，是不是只要不冷冻母乳，没有结冰过的母乳就不会有腥味呢？那不一定哦，因为有腥味不是冷冻不冷冻的问题，而是脂肪酶分解母乳里面的脂肪的关系。其实冷冻反而可以减慢脂肪酶分解脂肪。那注意，我是说减慢，不是防止哦。把母乳冷冻是不能防止母乳变腥的，只有加热这个方法有效防止。如果你发现自己母乳里面的脂肪酶太活跃，但是却觉得用加热的方法很麻烦，可以先尝试在把奶泵出来后就立刻放去冷冻，看看有没有帮助。那如果没有帮助的话，才用加热的方法咯。如果你不想加热母乳，又不想把母乳冷冻，那么就试试看今天挤明天喂的方法，看看隔一天的冷藏母乳会不会变腥才决定。那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只是隔一天是还不会变腥的。听说不同的解冻母乳方法会影响到腥味的轻重，那的确解冻母乳的方法会有影响。那有些妈咪分享说，如果把冷冻母乳放在冷藏，让它慢慢退冰的话，腥味会比较重。如果直接把冷冻母乳放在水龙头下面，让流动的水去冲它，让它快速解冻，母乳就不会那么腥。为什么会这样子嘞？原因就跟我前面说的一样，
冷冻可以减慢脂肪酶分解脂肪，可是在慢慢退冰的过程中，脂肪酶又会开始活跃起来。所以如果你有脂肪酶太活跃的问题，即使你快速退冰，如果你退冰后又把母乳放在冷藏库里面几个小时后才喂，母乳还是会变形的咯。所以妈咪要想办法减少给脂肪酶太活跃的机会，也就是赶快把母乳冷冻，也就是喂之前才退冰，或者双管齐下。已经有腥味的母乳可以用加热的方法去除腥味吗？那如果母乳已经有腥味了，你才加热，就已经太迟了啦。可是你也不必因为这样子而把辛苦泵出来的母乳倒掉，你可以尝试混合新鲜母乳进去，把腥味中和掉，说不定 baby 会愿意喝。妈咪也可以自己尝试用不同的新旧奶比例，看看 baby 比较接受怎么样的比例。所以今天这里教的解决母乳腥味的方法之中，就只有加热母乳这一个方法能够真正防止母乳变形，其他的方法都是取巧，不能防止。这里教的方法都没有对错，最重要是适合你的状况。或者你有其他的处理方法可以分享吗？欢迎在下面留言。就这样，拜拜。